流年9，生命灵数流年9根本就是灵魂拷问的时刻，想装傻没有用，全世界都会提醒你，想逃避很困难，你可能会半夜因此而惊醒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陪你一起认真面对哦。频道升级啦！喵喵大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频道现在开放会员功能和超级感谢功能啦，欢迎加入灵数探险团，每月有会员锦囊哦。根据灵数动力系统给你趋吉避凶的提示，请支持喵喵大师给地球玩家灵数人生攻略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体验一帆风顺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生命灵数会频率不合的流年9，这是最挑战你个人的身心协调程度的时刻，充满即视感的事件情境会出现在你眼前，还感觉不到吗？代表你的人生还很漫长，还没真正被流年9重来反省拷问过。就算你还没遇到过，但应该听过得奖魔咒，也许是歌王、歌后或是影帝、影后，在得奖之前挑战了很多形态的表演，努力了 N 年，终于得奖，攀上人生顶峰。伤脑筋的是，接下来作品变少，销售量不佳，像中了魔咒一样，想方设法就是走不出来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流年9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用生命灵数看流年9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难，可以参考以前的节目，流年1到9里面有基本的说明。这集真的很宝贵，讲流年9是什么，赶快收藏起来，随时复习，还能分享好友哦。就让我们从流年9开始慢慢说吧。首先，先来解释流年的概念。最直白的说法就是它是游戏的关卡，欢迎你进来挑战。既然是关卡，就会有难度，因此你必须思路清楚，分析完整。但能不能走出迷宫，就要看你的洞察力了。这是游戏玩家都有的基本常识，对吧？因此，每当你的生命灵数流年刚好是9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进入了名为流年9的关卡，而且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慢慢闯关。今天会用新手面向出发，给大家提示你可能会遇到哪些状况，怎么面对，或是用这集节目的内容回想之前的流年9，自己是怎么度过了，做了什么样的努力。通常在你进入流年9之前就会有迹象了，可能是你拿到好成绩，甚至是破纪录了。于是在前年底，大家就在流传你的丰功伟业。一旦身为主角的你进入流年9，所有的关卡就会触发，为你带来冲击身心的大改变。让我们用一个好懂的例子来解释，例如你很喜欢唱歌，一直有成为明星的梦想，大学时期常常开直播现场唱歌，刚开始效果不好，但是你没有放弃，到网络上找答案，解决你的各种问题。很幸运的，你得到网友的各种建议，例如提高麦克风的等级，让音质提升，还有怎么做可以增加网友和你的互动，甚至是鼓励你到街头表演，训练胆量。你认真的思考之后，尽力完成每个建议，因为你很清楚，学生时期还有任性的空间，出社会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个自由了。于是你决定去打工，存钱买麦克风、喇叭等设备，这些能够让你的歌喉表现得更亮眼的装备，也去报考街头艺人，才能公开表演，训练稳定度。正因为你是背水一战，所以你非常的抢眼，受邀在某些音乐活动作为新人亮相，这让你非常开心，代表你的努力都被看见了。就在你的梦想出现一线曙光时，现实的无情考验来了。你毕业了，没有学生这个身份，你就没有撒娇的机会了。歌唱得很好，在学生时期是多才多艺的象征，但进入社会讲究的是怎么生存。比较温和的说法是，可能是你的未来无可限量，确定要一意孤行赌在唱歌这条路上吗？这时候你应该会选择假装听不到，继续往自己的梦想前进，期待幸运降临。当身边的大人，特别是父母长辈发现你根本没在听，没在管，就会改变态度，可能开始挑剔你的生活细节，断你的经济资源，逼迫你去开始找一个正常的工作，更直白俗气的质问你，唱歌能养活自己吗？如果你从小是自立自强，早早打工赚钱，自食其力来完成梦想的人，你就会去找更多的打工，把所有时间用打工赚钱和到处去表演填满，让家人知道你在用自己的方法努力中。
反过来说，要是你从小就是长辈疼爱的乖小孩，这下所有的关爱全部都会变成你的包袱。也许是主动帮你介绍长辈认为的好工作，但这个产业领域你完全没涉猎过，也可以说是你完全没兴趣不想做的工作，但你不能直白的说不。面对长辈的好意，只能想出各种方法，软硬兼施的拒绝，甚至采取拖字诀，能躲就躲，能出门就出门，然后想各种办法延续你的唱歌生命。你和长辈们就会进入意志力的角力状态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希望你延续家族期待。最漂亮的剧本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，一毕业就顺利进入500大企业，可以光耀门楣，在亲戚邻居朋友面前说起来人人称羡。你知道长辈在想什么，也明白这是一种心意，是有人照安稳平顺好走的一条路。但人就是这么奇怪，只要埋葬自己的想法，一切照旧就好。但偏偏这一次就是没办法，做不到。简单来说，你面对他们就是有口难言的苦主。你甚至会产生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冲动，在最后可以任性的时候，拼命地抓住任何机会，不管是当直播主、街头艺人、婚礼歌手，甚至是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，能报名就报名，只要有让你上台唱歌的机会，你全部都参加，行程满档，你就不用面对长辈的压力，期待这次上台的机会能带来下次的邀约，就算收入很少，你就是想要为梦想赌一把。这就是流年9精神意志力的角力。当你的梦想面临到所有的支持和援助逐渐消退时，才会知道哪些是你的真正实力。你的理想被现实无情打击考验的时候，你还愿意继续努力，继续辛苦坚持下去，所有人才能分辨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人相信你时，你只能相信自己。既然今天讲的是流年9的无奈与煎熬，就让我们说仔细讲明白。记得前面说过流年是为期1年的关卡吗？没错，这种无时无刻被人泼冷水的感觉可以随时发生，一次一次再一次，因为你破关的时间有整整1年哦。是不是想到这里就快要昏倒了？也可以说身边的每个人都在等着你的失败，这就要看你当时的主题数，才知道你的坚持在哪里。目前无法得知，要用喵喵大师帮你算才知道。需要主题数的话，按资讯栏连结就有哦。让我们继续回到流年9的关卡，为什么要被大家唱衰？难道这也会有宝物吗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但你一定觉得超白烂，被唱衰1整年才拿得到，当然是很厉害的宝物啦。只要破关的人就会给人闪亮耀眼的感觉。如果现在的你正在接受这种唱衰的洗礼，可能会想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难道只要撑住不死就会拿到宝物吗？这只是第一步，当然不会这么简单。重点来了，新手的你在没有攻略提示的情况下，肯定会被流年9弄到有家归不得。只要你看了今天的节目，就不用担心了。至少你知道宝物并不在唱衰你的那个人身上，光是知道这一点，你就省了很多时间和力气。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流年9就是要让你淬炼成意志坚定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场景、成员还有情况发生。毕竟你体验过成就感，也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再上一层楼，还能够蜕变不一样。就是因为这股感动，想让你继续前进。但是所谓的机缘巧合就是这样，都不会是永远的。总有结束的一天，之前支持你、鼓励你的人没办法继续下去了。如果你还想继续前进，就要接受改变。毕竟这是你的梦想，不能放弃的人只有你。缺少的部分必须靠自己想办法处理，这非常辛苦，因为大家的理念不一样了。你得要当老板兼工友，你心里明白只剩下自己了。在这种局面下，你的心理素质就是关键。要是你一直自怜自爱，无法振作起来，那么你的表现很容易每况愈下，机会会越来越少。只要撑不过这1年，梦想大概也灰飞烟灭了。如果你不希望这样，就要努力振作起来，亲力亲为的把每个细节都做好，尽量让外人看不出来你正在遭逢严重打击。这就是流年9的深层灵魂拷问。就算大家都不支持你，你是不是还想继续下去？就算没有钱、没有资源，你还会想尽办法努力。就算被嘲笑、看不起，你还是想要完成梦想。类似的问题，任何人都可能当面挑战你。恐怖的是，在你空闲放松的时刻，还会回想起来，真的很容易神经衰弱，所以难度很高。只要你的梦想是合法、善良的，就请继续努力，直到你的内心无所畏惧，
坦荡荡的感觉出现为止。有趣的来了，对1到9号人来说，无所畏惧的认定和表现是完全不同的，但一样的是，你一定要让自己相信自己才行。因此，6年9破关的提示是旁人都是逆行菩萨，会把你不想听的话用各种方法说给你听，把你不想面对的事用各种剧情演给你看。因此，喵喵大师要提醒你一件事：9年后的6年9会整套灵魂拷问再来乱的。这次被挡修的，下次会一起补考，不如认真面对吧。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无所畏惧的助力，选择自己会的、能理解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用的努力，成果才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你认为的意志力是什么呢？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，请继续支持我们，提供灵数、人生攻略、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厉害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和超级感谢哟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